接外卖订单时，我看到一条奇怪的备注：招鬼阴间饭，8字弱者勿送。我惊喜万分，立刻接下单子，顺便发到了公司的抓鬼群里，冲业绩的速来。在线等，挺急的。我是个能无限复活的窝囊废，老板压榨我，我当晚就吊死在公司门口。男友背叛我，我直接玩死盾，成为他消失的白月光。杀人犯盯上我，我先一步抹了脖，然后不断复活，问他满不满意。靠着这个金手指，我被挖去灵异科当了实习警员，不仅五险一金，还能看男神上司每日警服 play。然而1周前，我却被送到了一家名为宝了妈的外卖公司，美其名曰卧底查案。因此工作半个月，我时刻保持警惕，专门抢别人不要的单子。比如凌晨1点，有人下单一份杀人用品，不仅地点偏僻，还备注10万火急。结果虎毒食子，那只是一盒最小号的计生用品。对方还因为我目睹原配捉奸并拍手叫好，给我了1000字差评。又比如送货时听到求救声，闯进门发现顾客被绑着吊了起来，结果准备报警时，对方才说自己是特殊癖好，并且希望可以打他几下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打了他1个小时，拳到肉包他满意。结果他反手举报我不解风情，又扣了我大半个月的工资。眼看1个月快结束，我还得倒贴公司250，我终于受不了了，当晚逃回了灵异科。莫不是有人报假警？这里根本没有灵异事件。上司终然黑着脸帮我交了罚款，然后递过来一个档案袋。半年前，这家公司频繁收到一个外卖订单，对方备注声称要吃阴间饭，并且要求8字硬的接单，但因为巨额配送费，所以大家只当是玩笑，不少人都抢着去送，但无一例外，这些外卖员都没有回来。我倒吸了一口气，但是想不明白，失踪案不应该是刑警队的事情吗？为什么会送到灵异科？钟然摇了摇头，打开了一个配送页面。因为他们失踪后，这笔订单也离奇消失了，技术科尝试过恢复，但都没有用。那饭店呢？阴间饭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钟然捏了捏眉心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后续有外卖员尝试过记下地址，但他们失踪后，所有人都记不起那个位置，就算写下来也会莫名消失。目前为止，遇害的已经超过10个人了。我听得脊背发凉，刚想夸自己幸运，却听到手机叮咚一声：“您有新的订单，已为您自动接单了。”心中一阵不好的预感，我点开一看，心顿时凉了半截。一碗阴间饭真的来了。钟然眼底闪过一丝欣喜，立刻站了起来。终于等到了，等我换衣服跟你一起去。我点点头，却有点犹豫。毕竟自己能无限复活，倒也没什么好怕的。只是八字这东西真的邪乎，早些年我爷爷会看八字，我也跟着看过一些，只能说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走过去敲了敲换衣间的门。钟警官，要不我自己去吧？其实我见过不少人的，我觉得你的真的不够硬。下一秒，办公室里一片死寂。我听见换衣间里砰的一声，好像是有人跪在了地上。过了一会儿，钟然才换好便服走出来，耳朵红得出奇，咬牙切齿地问我什么时候偷看的。我瞥了眼一群瞪着眼准备吃瓜的同事，顿时反应过来，我说的是八字。果然心不干净，看什么都是脏的，治所有人。我们先把地址写在了纸上，但一转眼的功夫字迹就消失不见，甚至我们赶到收餐的地方，采用位置共享的办法，最后也会变成一团乱麻。我和钟然彻底放弃，开始打量眼前的饭店。上面挂着不对外营业的牌子，外卖袋子在我们来之前就被放在了门口，从头到尾没见一个人影。唯一奇怪的就是订单上很长的一串商家备注：一，请不要打开外卖，哪怕里面传来求救声；二，当外卖发出恶臭，表示危险即将来临，请保持警惕；三，当你发现外卖变成2份时，请吃掉多出来的那一份，并且紧闭双眼，避免与食物对视；四，如果外卖出现丢失、破损以及超时的情况，请骑手进入目的地的箱子内进行道歉补偿。五，当你看到外卖逐渐变大，并且长出双腿，那是正常情况，请勿害怕。六，为了保证外卖的鲜美，请您不行送餐，及时饮水。七，当外卖忘记它是外卖时，请对它重复以下话术：人类可以吃掉一切，因此一切都是人类的食物，人类也可以被一切吃掉，所以人类也可以成为食物。至此，祝您送餐愉快。等钟然念完，我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。这都什么奇怪的规矩？最重要的是，收货地在郊区的山上，他居然要我们步行过去。而且订单显示的送餐时间为24小时，6月份的天怕不是早就酸臭了，还谈什么鲜美？我拿起外卖袋子晃了晃，听不出里面是什么东西。钟然摁住了我的手，神情有些严肃，还是谨慎一点，这外卖太诡异。他说着指了指后面，等我转过去才发现，刚才的那间饭店居然已经消失了。来不及震惊，我们简单算了一下时间，按照距离计算，我们到晚上就能走到郊外，然后住一晚，第二天开始上山，中午就可以送到。至于那些奇怪的要求，钟然压低帽子，淡淡的说，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危险，但一切谨慎为好，我们时刻都待在一起，不要走散。我点头，却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
难道晚上我们也得时刻待在一起吗？他刚要回答，忽然脸色一变，把外卖塞进我怀里。抱紧，别洒出来。下一秒，一个黑影冲过来，直直地朝着钟然扑过来。他抱住我护在身下，可那股力道太大，居然直接撞飞我们，冲进了一旁的箱子里。钟然抱着我滚了2圈，最后撞到了墙上。好在我曾经因为早八练就了一身端饭的本领，从地上爬起来时，愣是没有洒出来一粒饭。别出来，躲在我身后。钟然的声音冷得吓人，我小心翼翼地往前看了一眼，顿时屏住了呼吸。面前的生物已经不能被称之为人，它像蜘蛛一样贴在墙上，上半身从肚子开始全部腐烂，露出里面的内脏和白骨，甚至还能看到一截人类的手臂。别挣扎了，快把饭给我！那怪物声音尖锐，嘶吼着就朝我们爬了过来。我吓得头皮发麻，死死拽住钟然的衣服，快想想办法呀！虽然我能无限复活，可实在不想去他职场里走一遭，最后被拉出来。钟然摘下帽子戴在我头上，然后潇洒地挑了挑眉，不要怕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忽然一个利索的歪头，居然轻松地躲过了那怪物的攻击。怎么这么快？那怪物惊呼了一声，刚想撤退，却被钟然一个回身拉住了胳膊，紧接着抬手便是一拳。隐约间，我似乎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。这时我才想起，偷听灵异科八卦时，似乎听到别人说起过，钟然是全国的散打冠军。那我僵硬地回过神，就看到那怪物跟一滩烂肉一样垂在墙上，抠都抠不下来。钟然甩了甩胳膊，吹了一声口哨，默默吐出4个字：菜就多练。我张着嘴愣在了原地，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。少年强则国强，领导强则我装逼。前一秒我还喊救命，现在只想说就这。那怪物似乎是感受到了羞辱，缩在墙里不断地嘶吼：你们敢打我，信不信我摇人？我兄弟可是鬼王，杀人无数，分分钟弄死你们。还有我姐姐，那可是专门骗小孩吃的猫妖，这一骗谁不知道？我听着他说，慢慢打开了录音笔，不错，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他顿了一下，似乎没弄清楚我在干什么。我冷笑一声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这就没有了？你这人脉也不行啊，就这点能耐还想弄死我们吗？一群人机，杀你简直如呼吸。那怪物顿时急了，又提了几个响当当的名号，并且当场下了战书，要跟我们约群架。你们也尽快找人吧，免得我们欺负你。我点了点头，把他刚才的录音发到了灵异科的工作群里。杀人、分尸、拐卖儿童、诈骗、恐吓，都是1等1的恶鬼。冲业绩的速来，在线等，挺急的。那怪物愣了几秒，忽然反应过来，大叫一声：你们居然是警察！说完他哇的一声，居然哭着从墙里爬出来，抱着我的腿跪下了。青天大老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我被他这态度的转变吓了一跳，不明所以地看向钟然。他掏出手铐，这才跟我解释，灵异科会给这些怪物准备拘留的监狱，甚至还有一套独立的判刑标准。有些作恶多端、突突的灵异物种，甚至会被抹杀清除。那怪物一听这话，哭得更狠，还从肚子里掏出了那半截手臂。我就是想偷吃外卖，我可没杀人啊！这手臂是我捡来的，我还救了他呢。不信你们去我家看。这话顿时让我们提了神。如果能找到一个幸存者，说不定就能发现更多关于外卖和那些失踪外卖员的线索。问清楚地址，我们俩加快速度往郊外走。幸好一路上外卖没有再发出臭味，只是总觉得它的体积比之前大了一点。钟然让我不要在意，带着我7拐8拐到一个破旧的地下室里，居然真的找到了消失的外卖员。他一只手臂空荡荡的，看到我们时猛地冲了过来。你们也在送那个奇怪的阴间饭是吗？不要碰那东西，快走！可等我们打算送他去医院时，他却又忽然变得恐惧，疯了一样往外逃。眼看天黑了下来，钟然干脆把人绑起来，先带到了酒店里。几杯水下肚，又看见我们的警员证，他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。说 YouTube 说吧，你都经历了什么？手臂又是怎么回事？我打开了录音笔，跟钟然坐在了他对面。男人痛苦地缩成一团，片刻后才开口。一切都是从那诡异的外卖开始的。自从我开始配送那个订单，就一直有人找上我。不，他们不是人。他说着，神情露出惊恐，脸色也白得吓人。他们都是鬼，无论我躲到哪里，都能被他们找到。他们咬断了我的手臂，还吃掉了外卖。我皱起眉，又问了一遍，那你为什么不去医院？也不报警？没用的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他绝望地看着我们，慢慢站了起来，挡住了我面前的台灯。我已经死了呀！几乎是瞬间，一种头皮发麻的恐惧在我身上蔓延。是的，刚刚就应该发现的。他明明坐在灯光旁边，可苍白的脸上却没有一点影子，那根本不是活人的模样。钟然察觉到我在发抖，默默往我身边靠了靠。那男人依旧喋喋不休，越说越激动。那些恶鬼没日没夜地追着我不放，我是被活活吓死的。都是因为那该死的外卖，一开始我就不应该接下那个单子。我咽了口唾沫，终于忍不住问，所以你看到了吗？那个外卖里到底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
那男人瘫坐下来，无力地摇了摇头，但听他们说，那里面装着能让人重塑肉身、不老不死的宝物。听到这句话，钟然忽然看了我一眼，但很快便挪开了视线。根据我们调查，你是最后一个接单的外卖员，你知道其他人的下落吗？那男人沉默片刻，最终还是摇了摇头。钟然带着我站了起来，朝着对面点了点头，感谢你给出的线索，祝您早日超度，请节哀。他说完就拉着我往隔壁走，力气大得让人生疼。我们就这样走了吗？会不会有点没有同情心？钟然迅速反锁上门，转身摁住我的肩膀，做我们这行不需要同情心。还有，他沉下脸，警惕地看着门外。你没察觉到吗？从刚刚开始，外卖就开始发臭了。我吸了吸感冒的鼻子，忽然意识到什么不好，快看看外卖。钟然跟我使劲晃了晃外卖袋子，却只听见里面易拉罐碰撞的声音。不好，东西被调包了，快回去！我们迅速冲到隔壁房间，却发现门已经被反锁了。嘿嘿，你们来晚了。等我吃了外卖，就跟那些鬼一样，也能重新复活，还用得着去什么医院？来不及了，把门踹开！我让开位置，可没等钟然抬脚，里面忽然传来一阵尖叫，那声音惊恐凄惨，接着便是几阵踉跄的脚步声。门被踹开，我们刚进去，就看到那男人惊魂未定地坐在地上。看见我，他更是跟疯了一样的往后退。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跟外卖里的东西一模一样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一头雾水，刚想看地上的盒子，就忽然被钟然捂住了眼睛。别看！他扯过门上的丝带系在眼上，蹲下身子把外卖的盒子盖上。可就在即将关上的时候，里面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：放我出去！不要关上盖子！一瞬间，我和钟然都愣住了，因为里面的声音跟我的一模一样。放我出去，不然他也会死的。那声音还在继续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冷静地开口：钟警官，不要管他。盖子关上，周围又重新安静下来，只剩下那男人跟见了鬼一样缩在角落里哭喊。里面不是饭，是人，是跟你长得一样的人。我们完了，我们都被骗了。我被吵得头疼，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到了凌晨。钟然干脆地给了他一个大耳光，转身回了房间。经过这一天的闹腾，我们不敢掉以轻心。钟然和我睡在了一张床上，外卖则被我们放到中间，跟护孩子一样搂着。关了灯，空气中只剩下我们俩的心跳声。我原本应该猥琐激动，可这会儿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。那外卖里的东西，还有这一趟下来的诡异事件，不死之身，一样的脸，似乎都跟我有关系。黑夜里忽然传来钟然的声音：睡不着吗？我点头，忽然意识到他看不见，便侧过身想开口，可下一秒正好跟他四目相对。男人的脸硬朗俊俏，头发垂落下来，遮住了原本就凛冽的眉峰，只剩下一双深邃的眼睛，当真是赏心悦目。似乎是察觉到我的视线太过直接，钟然抬手捂住了我的眼睛。不要担心，等明天把东西送到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。所以现在好好睡觉吧。原来他知道我在担心什么，我有些诧异，却又泛起一丝感动。但经过白天这么多事一闹，反而依旧是睡意全无。钟然叹了一口气，忽然伸出手，紧贴在我的肩膀上。你相信我吗？我肌肤一阵灼热，心跳也忍不住加快。当然相信你，不过你怎么问这个话甚至还没说完，我忽然觉得肩膀处一阵刺痛，紧接着眼前便是一黑，居然直接晕了过去。失去意识的最后一秒，我听到钟然理直气壮的两个字：晚安。不是，谁哄人睡觉是直接打晕啊？然而多亏了钟然的安睡大法，这一夜睡得出奇的香，直到第二天一早被他叫醒。几乎是下意识，我猛地坐起来，外卖呢？没有丢吧？钟然摇了摇头，眼底却有一丝复杂。没有丢，反而多了一个。我往身侧看过去，顿时倒吸了一口气。床上赫然放着两个盒子，其中一个明显比较小，上面还挂着红色的酱汁，而原本的外卖盒子比之前大了不止1倍，甚至还长出了双腿。我看得毛骨悚然，顿时睡意全无。这是人的双腿吗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钟然比我冷静一点，只是坐在椅子上紧皱着眉。备注的第5条，当你看到外卖逐渐变大，并且长出双腿，那是正常情况，请勿害怕。最要紧的不是这个，而是多出来的那份外卖。第3条备注，当你发现外卖变成2份时，请吃掉多出来的那一份，并且紧闭双眼，避免与食物对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要吃掉这份外卖里的东西，并且不能看里面是什么。万一里面是屎呢？我惊呼了一声，却见钟然已经站起来，拿起一旁的眼罩戴上。我来吃，你转过头不要看。我顿时一阵感动，恨不得当场给他磕俩。还有什么比上司愿意替你吃屎更感动的？但犹豫再三，我还是握住了他的手。还是让我来吧，毕竟眼下这种情况，吃屎反而能保证我们的安全。但万一里面的是毒药怎么办？毕竟我能无限复活。再说了，我来灵异科不就是因为这个吗？我帮钟然摘下眼罩，他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半晌才走到一边。辛苦你了，徐警官。还有，抱歉。
没什么好道歉的，我可不能对不起这个称呼。我一直都知道，钟然对我是抱有愧疚的。一开始他把我招进灵异科，就代表了我来到这里的任务，就是面对任何可能会死亡的情况，都要站到第一线。但这也是我自愿的选择，也是我的使命。在我来之前，我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，所以哪怕再疼，我也只觉得光荣。再说了，那外卖没有散发任何臭味，证明并不危险。我蒙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抓起里面的东西就放进了嘴里。只是在舌头接触到食物的一瞬间，我就感觉到了一阵腥味，是肉，并且是生肉。忍下呕吐，我心中安慰自己，总比吃屎强，一口气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吞进了肚子里。等盒子里空无一物，我才干呕了一声，扯下眼罩，里面一阵血水，跟我猜的一样。只是我喉咙一阵刺痛，有什么东西翻滚了上来，哕的一声，一颗牙齿从我嘴里吐了出来。钟然脸色一变，很明显和我想到了一起，这是一颗人类的牙齿。我刚才吃的不会是……我心中闪过一丝可怕的念头，猛地冲出去，推开了隔壁的房门。可等看清里面的场景，再也忍不住吐了出来。昨晚已经死去的外卖员，此刻就坐在地上，瞪着灰白的眼睛。他的大腿往下，却都像是被啃食了一样，只留下渗人的白骨。地上的血迹早就干了，除了我们的脚印之外，还有一个清晰又诡异的脚印，不止在尸体的周围，甚至印在了墙上和天花板上。这是什么怪物，居然能在墙上乱爬？钟然神情逐渐严肃，立刻回答：是那个外卖。他吃掉了这个外卖员，然后长大，甚至变出了新的外卖。我捂着肚子从厕所走出来，心底一阵发毛。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居然还能长大？如果再吃下去，难不成会变成人？想到那个画面，我下意识地看向面前的镜子。他变成人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不敢再想了。钟然给灵异科的同事交代了这个地方发生的事，又去便利店买了一条牵引绳，挂在了外卖上。他既然长出了腿，就可以自己走路了，不然变得那么大，我们手提过去，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。好在后面的路都是郊外的山路，没有什么人，不然看到有人溜长了腿的外卖，怕是要直接晕过去。没过一会儿，钟然忽然停下脚步，小心，开始出现臭味了。我抬头望过去，山顶有一个巨大的教堂，正是收货的目的地。没等走近，一个女人就急匆匆地跑了出来，是我的外卖。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刚准备点击送达，就听到她震惊的声音：不对啊，这外卖怎么洒出来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回头刚想解释，就看到教堂内走出来了一大批人，这会儿都愤怒地看着我。我们所有人都等着吃饭呢，现在露出来了怎么办？你要给我赔偿？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刺耳尖锐，整张脸都扭曲起来。我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刚想开口，忽然被钟然抓住了手腕。她站在我身后，压低声音开口：小心，这个女人是鬼。我小心翼翼地往下看了一眼，她的脚下果然没有任何影子。那其他人呢？这一眼更是让我倒吸了一口气。其他人倒是活人，可身上却没有任何活人的气息，每个人不是缺少胳膊，就是拄着拐杖少一条腿，每个人都脸色煞白，看上去比鬼还可怕，甚至有几个身上还穿着外卖员的衣服。这就是之前失踪的那几人。这里太不对劲了。我压低声音往后退了几步，拉住了钟然的袖子。那些人怎么会在这里？他们好像还活着。钟然嗯了一声，在我手背上拍了两下。你拖住，我去看看，很快就回来。说完，他又忽然回过头，慎重地看了我一眼，一切小心。我点头，在口袋里摸了一下自己的警徽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抬起了头。是我弄洒的，要怎么赔偿你？那女人顿时欣喜，指了指教堂门口那个巨大的箱子。按照规矩，你带着外卖走进去就好了。我点头，接过外卖往里走，而那些人就围在两侧，每个人眼底都是兴奋的神情，对着我呐喊：快进去，快进去！我咽了一口唾沫，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步子慢一点，等到钟然回来，我们就迅速撤退。然而进门的一瞬间，那个外卖忽然跳了下来，转头就想往外跑，甚至还发出了人类的声音：我不是外卖，快放我出去！可门已经被关闭了，周围一片漆黑，甚至看不到盒子的边缘。我拉住他，想起备注的最后一条：当外卖忘记它是外卖时，请对它重复以下话术：人类可以吃掉一切，因此一切都是人类的食物，人类也可以被一切吃掉，所以人类也可以成为食物。等我念完，那外卖果然停止了动作，可下一秒，他却忽然面向我，发出了若有若无的笑声。是这样吗？可你不是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吗？真正的食物，自始至终都是你啊！他一字不落地重复了我的话，然后开始围着我奔跑。嘿嘿嘿，你还没发现吗？你才是食物，为了保证你的鲜美，才特意选择了让你不醒过来。我还特意帮你割掉了那个外卖员的肉。你没有发现你比以前更有力气了吗？他话音刚落，盒子忽然震动了几下，外面传来女人的声音：不要急，等你们吃了它，就会立马恢复健康的。但在此之前，让我先替你们尝尝味道。
盒子的一侧忽然被打开，那个女人手握一把砍刀，张牙舞爪的疯狂挥舞。下一秒，钟然猛地冲过来，一脚踢在了砍刀上。退后，砍刀飞到了一边，那女人却龇牙咧嘴的继续冲过来。就凭你们2个还逃不掉？钟然挡在我身前，刚抬手就被一股大力撞飞出去，居然直接咳出了血。这恶鬼吃了太多人，不好对付。他推开我，冷声道：“他的目的是你，你快走。”我看那女人转身寻找武器，赶紧把她扶起来。剩下的人怎么办？钟然摇了摇头，剩下的人都是他的食物，已经没救了。这个恶鬼渴望获得重生，便向教堂里的信徒四处传播邪念，说吃了这个外卖就能获得永生，实际是操控大家，自愿成为他的食物，好让他坚持到复活那一天。我想起那些人残缺的四肢，心底一阵发凉。为了永生，甘愿献出自己的身体，甚至把同胞当成食物，简直太蠢了。那几个外卖员或许也是在送餐途中受到了伤害，又或者是被永生的想法蛊惑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忽然有了一个主意。我拉起钟然，悄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。紧接着，趁那女人转身的时候，我用钟然的衣服盖住自己，躲在了角落里。别挣扎了，阻拦我的人都要死。他迅速冲过来，然而下一秒，钟然猛地用身体撞向盒子，破开了一个大洞。你以为逃出去就能离开这里了吗？外面站着无数个拿着刀叉的人，正兴奋地往里看着，有几个甚至已经流出了口水。可就在他们冲过来的时候，钟然回过身，指向那个女人，大吼道：“外卖被他吃完了，就在他的肚子里。现在他就是新的外卖。”一瞬间，所有人的表情都从兴奋转变为愤怒，看了看空荡荡的盒子，接着就朝那女人冲过去。钟然立刻转身，拉着我往外跑。周围的人把那恶鬼团团围住，甚至有些人已经在他身上啃咬。先离开这里，钟然冷声道：“不用管那些人，为了所谓的永生就要去害别人，没必要同情。”我拉住外卖，却看见他正趴在地上，捡起了一根因为撕咬掉落的胳膊，兴奋地吃着。下一秒，他就长出了手臂。等我们跑到山脚下的时候，他又长出了人的躯干。钟然通知队里来处理。如今外卖背后的故事已经真相大白。所谓外卖，就是能让恶鬼死而复生的东西。外卖吃的人越多，体积越大，然而被吃掉的人又会变成新的恶鬼，再企图吃掉外卖。说到底，都是对永生的渴望，形成了一个死循环。一切都调查清楚了，我想去那家饭店看看，因为此刻那个外卖越长越大，最后甚至长出了人类的头颅。跟我猜想的没错，那是我的脸，无限复活的身体，一模一样的脸。我知道这不是巧合。我和钟然等待队里的人接应，然后换了警车，又重新找到了之前的饭店。那个位置空空如也，自然不会出现。我抓起外卖袋套在了头上，假装成了那外卖，站在门口。没一会儿，面前居然真的凭空出现了一家饭店。我跟钟然推开门走进去，迎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恶臭。厨房像是刚刚使用过，桌子上还摆着几个外卖包装盒，而最里面的冰柜正在发出嗡嗡的制冷声。我屏住呼吸走过去，果然看到了里面的东西，是我，另一个我。与此同时，身后响起一阵苍老的声音：“你回来的挺快的，那个替死鬼被吃了吗？”钟然皱起眉头，立刻挡在了我身前：“别靠近，他不是人。”那老人愣了一会儿，这才看到我们身后跟着的真正的外卖，顿时就想转身逃跑。我先一步挡住门，指了指周围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和这些东西长得一样？我也是外卖吗？叫他仍旧不说话，钟然掏出了证件：“我们不是在询问你，而是让你老实交代。”那老人打量了我们了半晌，才弯着腰走过来：“外卖只是我做生意的手段罢了，准确来说，你们都是长生的灵药，只不过你幸运，投胎进了人的肚子。”钟然皱起眉问：“所以那些外卖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还会长大？”老人咳了几声，又接着说：“一直卖，总有卖完的一天。把他们放出去，运气差了被吃，运气好了吃点别人再回来，岂不是稳赚不赔？”他说着，指了指我们带回来的外卖：“只要吃人的精血，就能长大，这样复制下去，我就有卖不完的肉了。”我心里一阵恶心，你卖这些能赚多少钱？那老人伸出手掌，比了个5,000、5万。他摇摇头，得意地说：“5条人命。他割下一块肉卖出去，就能换50条人命，我能吃饱，又能复制出更多的外卖。但你放心啊，警官大人，这是换来的，我可没有杀过人。”钟然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难看，最后直接掏出了手铐。那老人忽然就慌了，转身朝我们喊道：“我犯了什么罪？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又没有杀过人，我卖能让人复活的东西，这可是救死扶伤，我应该成为英雄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忍不住骂他：“没做就等于干净吗？有买卖就会有需求，这东西一天存在，就会有一天大家想尽办法害人来换这东西。至于救死扶伤，人有因果，也有医院。想健康是人性，想永生是贪婪，这可不是一个概念。”钟然略带欣赏，吹了一声口哨：“不错呀，话术都学会了。”“那肯定，我还会那句经典的呢。
说着，我双手插口袋，摆出一副严肃的模样，学着钟然的语气，指了指那人，铐上，带走。众人被抓起来后，那个奇怪的外卖再也没有出现了。至于那天在教堂的伤亡，因为灵异科的人及时赶到，死亡人数并不多。那些人为了永生而不要性命，去厮杀别人，不值得同情。我问钟然，那些所谓的外卖最后被怎么处理了？答案是全部销毁。或许可以用它治疗某个无法医治的疾病，又或许可以用它让某个伟大的科学家获得永生。但任何一种想法都会改变这个世界的秩序。秩序一旦被打破，钻空子的人就会越来越多，贪念就会越来越多，到时候受伤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我也曾问过钟然，我的血肉能不能让人永生？他的答案是，永远不要去猜测或者是实验，否则将会是无可挽回的循环。这次的档案顺利提交，钟然也嘚瑟地堵住了我平安无事地回来了，说明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不解地摇了摇头。他冷笑一声，挑了挑眉，证明我很硬。说完这句话，他猛地一愣，瞬间皱起了眉。不对，我说的是8字。好了，你别笑了，挺猥琐的。我让你别笑了，我不硬行了吧？不对，好像也不是。我笑得前仰后合，却听见身后的声音：灵异科又来新案子啦。谁来？那当然是我。